家里的猫天天坐着月子，但主人却从未见过他的孩子。明明已经生了小猫，可主人愣是找了1个月也没发现小猫的踪影。猫咪名为小五，每天到了哺乳的时间，它就在门口喵喵叫个不停。主人看它一副着急的样子，没办法，也只好将它放了出去。但小五每回都很谨慎，总是回头张望看看有没有人跟踪自己。几小时后，他又悄悄咪咪出现在了家门口。好奇的女主决定给小五带上摄像机一探究竟，可观察了1天，却连个小猫的影子都没见到。女主告诉我们，小五以前是只流浪猫，所以她很可能把孩子藏在附近的某个角落里。不甘心的女主打算继续观察，她坚信小五肯定在外面偷偷养孩子，但从画面中并未发现什么异常，本以为又是毫无收获。可当小五回家时，镜头里突然多出了3只小奶猫，看样子只有1个月大小。女主确定这就是小五偷养的孩子，她立马赶了过来。然而小猫却不见了踪影，难不成自己出现幻觉了？而此时小五却装成一副不知情的样子，舔着毛发。为了让小猫们再次现身，女主转身躲了起来。小五仔细观察后，确定主人不在了，他马上朝着身后喵喵叫了几声。发完信号的小五走到了一旁，结果不一会儿，从缝隙中探出了一个小脑袋。原来他一直把孩子藏在柜子的后面。3只小奶猫欢快地玩了起来，而猫妈妈则在一旁放风。突然主人再次现身，小五连忙发出喵叫信号。收到消息的孩子们迅速躲了起来。主人一把抓起小五，想不到他竟一直把孩子藏在自家的店里。此时的小五有些慌了，主人很快就找到了小猫们的藏身之所。节目组拿来内窥镜进行观察，果然发现了3只小奶猫，几个小家伙害怕的蜷缩在角落里。女主表示自己从没在店里听见过小猫们的叫声，所以一直以为她把孩子藏在了外面。此时小五满脑子疑问，他们是怎么发现的呢？节目组找来铁网将4面围上，并且在里面放上美味的食物引诱小猫。小五观察一番后径直走进了笼内，随后吃了几口猫粮，确定没问题后马上给孩子们发出信号。接收到信号的小猫们一只只都跑了出来，很快3只奶猫都聚齐了。小五告诉孩子们赶快去吃，而自己则留在外面望风。可当关上笼门时，却被猫妈妈的身体卡住了。幸好小五没怎么在意，向前走了几步后，笼门才顺利关上。此时女主突然出现，3只小猫被吓得上蹿下跳，争先恐后想要逃出去。为了小家伙们的健康着想，女主打算将它们送去宠物医院进行检查。经过检查后，医生表示小猫们都很健康，但猫妈妈却严重缺钙，因为她一直都在用母乳喂养孩子。其实小猫们早就该断奶了，因为担心人类会伤害自己的宝宝，所以猫妈妈选择将孩子藏了起来。只有到了晚上没人的时候，她才会悄悄地喂养小猫。第2天，女主把猫妈妈一家4口全部带回了家，并且还为他们准备了猫爬架。小猫们不用再过着躲躲藏藏的生活了。虽说小五的演技被揭穿了，但这其中却蕴含着母爱的伟大。每一位母亲都在用自己的智慧守护着孩子，或许这便是爱的诠释。这只母猩猩单身了35年，因为长期找不到对象得了抑郁症，每天茶不思饭不想，就琢磨着能找个男朋友缓解下寂寞。看见游客成双结对的来看自己，母猩猩气得脸都黑了。饲养员看他整天无精打采的样子，于是从国外找来了一个英国小伙。这满身的腱子肉散发着浓浓的荷尔蒙气息，英俊潇洒的外表瞬间就俘获了母猩猩的内心。可小伙就不乐意了，饲养员说给自己找个姐姐，可对方比自己大了整整15岁，这都快赶上我奶奶的岁数了。第一次见到这么板正的小伙，母猩猩看得2眼直冒光。初来乍到的小伙有些羞涩，躲在墙角也不说话。母猩猩见状决定主动出击，但这番炙热的爱可把小伙吓得不轻，赶紧找了个地方躲起来。本想观察一下对方有没有追过来，不料母猩猩直接给小伙送出一记飞吻，还在他面前疯狂展示自己的身材。面对这样的诱惑，小伙也是有点蒙圈，第一次见到这么主动的，奈何自己根本提不起一点兴趣。此时小伙默默祈祷饲养员把自己弄出去。见小伙一点反应没有，母猩猩这下急了，拎着个麻袋就想将小伙就地正法。小伙当即展开反击，八字还没一撇呢就想进入主题。然而母猩猩并不打算罢手，继续发起强烈攻势。可没想到这小伙是个不解风情的直男，对着人家就是一顿天马流星拳。郁闷之极的母猩猩只能靠拔草缓解尴尬，但转念一想，可能是自己太猴急了，于是他找了根木棒，打算跳一段钢管舞给小伙。硬的不行就来软的呗，小伙顿时就有点慌了。难怪妈妈从小就说男孩子出门在外要保护好自己。于是小伙赶紧找了根木棍防身。饲养员看这气氛有点紧张，马上端出了果盘，想让他们一起共进午餐，顺便升温一下感情。可小伙压根没那个心思。为了不让母猩猩纠缠自己，小伙几分钟就把食物造了个精光，一点也没给人家留。母猩猩一看这小伙饭量大，身体又好，连吃饭的姿势都帅得掉渣，这不就是我的猩猩王子吗？小伙真是越想越气，漂洋过海跑了几千里来相亲，没想到等待自己的不是漂亮姐姐，
这不是纯纯套路我吗？母猩猩也想明白了，看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，反正在我的地盘上他也跑不了，那就慢慢处呗。接下来的时间里，母猩猩展开了各种软磨硬泡。这天他鼓足勇气，嘴里叼了一朵花，并且不停地向小伙抛去媚眼，然后欲擒故纵地走进了屋里。在母猩猩的多番攻势下，小伙最终还是没能把持住，两只猩猩从此过上了没羞没臊的生活。接下来的画面不好看，咱们就不看了。感谢支持，咱们下期再见。在日本有一家特别的便利店，因为这家店唯一的店员是这只柴犬，并且还身兼店长和收银员，秉承自己的狗粮自己挣的理念，小柴开启了自主经营之路。平时只要有顾客前来买东西，他就会像人一样后腿站立，并且用鼻子和小爪熟练地打开窗子，热情招待顾客。据说这只柴犬出生10个月左右就开始帮主人看店了，现在已经完全从主人手中接管了这家便利店。在这只柴犬很小的时候，主人就发现它对经营便利店有着浓厚的兴趣和天赋，索性主人就将所有的物品价格记在本上，然后将每种商品的形状和样式反复交给狗狗看。通过多次严格的训练后，小柴已经能够非常熟练地掌握销售基本技能。由于便利店本身赚不到太多的收入，于是主人脑洞大开，直接将小店交给了狗狗来经营，而自己白天出去工作，晚上回来清点一下账目。从主人手中接过便利店的小柴也十分用心，平时没有生意的时候，他就乖乖地趴在收银台休息，只要有人按下门铃或者敲敲窗户，小柴就会第一时间内打开窗户，并且面带笑容地迎接顾客。如果顾客在店里买了东西，小柴还会主动上前求摸摸。奇怪的是，他并不喜欢吃肉，最爱吃的居然是黄瓜，因此很多顾客会经常带根黄瓜来看他。虽然狗狗已经懂得基本的经营之道，但毕竟是动物，它目前还没办法分辨钞票的具体数额，所以前来买东西的人只能自备零钱，给多少也全靠顾客自觉。但从开店到现在，账目上不但没少收1分钱，而且还多出许多。原来很多顾客将找不开的面纸直接当成小费给他买罐头吃了。小柴热情的5星服务得到了顾客们的喜爱，于是大家将他的视频上传到了网络，引来全世界的网友纷纷点击观看。结果没想到小柴凭借自己看店卖东西的本领火遍了全球，并且还吸引到了一大批游客前来看望他。据统计，高峰时这家便利店每天至少有2000以上的人次，而销售额也是一路飙升。主人怎么也没想到，自家的狗狗不但出了名，还把便利店经营得风生水起。现在这家不起眼的小店已经成为了众多游客的打卡圣地，真是万万没想到，狗狗通过自身的努力成功逆袭。看来小柴没有一口狗粮是白吃的。你家的狗狗拥有哪些神奇技能呢？美容院里迎来一位特殊的顾客，只见他大摇大摆地走进屋里，然后轻车熟路地躺了下去。猫咪名为小五，它可是社区里远近闻名的邮递员。小姐姐告诉我们，几个月前这只橘猫开始打卡美容院，上门的第一件事就是炫上满满一盆猫粮。美美饱餐一顿后，猫咪打了几个哈欠，没过3秒就进入了梦乡。就这样，它一直睡到了晚上，直到店里已经打烊，小五还沉浸在美梦中。没办法，店员只好将它拍醒。睡眼朦胧的小五走到门口，伸了个懒腰，然后匆匆忙忙朝着远处跑去。大家本想跟上去看看他究竟跑去了哪里，可小五的身影早已消失在了茫茫夜色中。第二天清晨，他又准时出现在门口。猫咪像往常一样走进店里，接着懒洋洋地趴在沙发上。店员们都很好奇这只橘猫的身世，于是便写了张纸条挂在它的脖子上，想知道猫咪是否是有主人的。到了晚上，它像往常一样离开。等到天亮，小五再次出现时，脖子上似乎多了许多纸条。店员们急忙将纸条拆下进行查看，原来这些纸条都是附近商铺老板的留言，大家纷纷写上了小五的喜好。邻居们经过交流才知道，美容院只是他打卡的其中一处地点。原来附近热心的街坊邻居都在照顾猫咪，这家伙的社交能力还真是不一般啊。可奇怪的是，大家都只是在白天看见小五的身影，到了晚上他就消失不见了，谁都不知道小五是在哪里过夜的。小姐姐在她的身上放置了定位器，想看看猫咪究竟去了哪里。第二天，邻居们根据定位器的位置，最终锁定了一处楼顶的天台，上面堆满了杂物和垃圾。大家在不远处看见了躲在角落里的小五，被人发现后，小五马上跑了出来。等他走远后，小哥上前查看，却意外发现了几只小猫的尸体。眼前的一幕着实让人感到心酸。此时邻居们才明白，这里一定是他和孩子们之前一起生活过的地方，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几只小猫的死亡。即便小猫们已经离开多日，但身为母亲的小五依旧日复一日地守在楼顶。或许她也有着某种期盼吧。为了让小五走出悲痛的阴影，兽医将小猫收了起来。得知此事的邻居们纷纷主动清理了楼顶的卫生，并且还为它定制了一个精美的小窝。大家共同为小五戴上了标识，从此它不再是一只无家可归的流浪猫了。一段时间后，小五成为了小区里的邮递员。他每天频繁地穿梭在各个商户之间，有时候是预约的服务，有时候是商品的采购，不过更多的是商户们彼此之间的问好以及对小五的关爱。他不仅为所有人带去了欢乐，同时也让邻里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融洽。我想除了信息，他
它更是在传递着彼此之间的温暖和爱。一只流浪猫的存在可能微不足道，但它却让这个冬天更加温暖了。